那我也特别的好奇啊，请教一下孙医生，您在拍片的时候啊，能不能够从影像上，一眼就看出一个人平时动得多还是动得少？有没有哪些影像特征能够非常明显的反映一个人日常的运动习惯？好。其实是可以的，而且还比较直观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检查的过程中啊，经常需要患者配合我们做一些动作。那么有的患者呢就表现得很轻松，有的患者就比较吃力。通常情况下，长期不运动的患者呢，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就不足，关节活动的范围也很小，很容易感到紧张啊、疲劳啊，这都不是检查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刚才像您所说的是，平时这个身体用的太少了。所以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，经常说自己不敢动，是吧？一想到运动呢，就会担心，哎呀，对我的膝盖有没有影响呢？万一扭到腰了呢，是吧？动起来疼不疼啊？那这些担心呢，其实都来自于不了解和怕出错。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，身体这个东西啊，它越不敢用，就越容易生锈；越不会用呢，它就越容易出故障。所以呢，听刚刚两位医生一分析，其实真正的问题啊，并不在于不能动，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动，所以心里觉得没底儿。对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而且在这个医院里边吧，还是比较常见的。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一想到说运动，脑子里第一反应的就是，要不我去跑步，要么去爬山，要么去跳操。那么这对于我们的这个年龄和身体来讲，它会有一定的落差，就会觉得，我是不是做不了这样的运动了？那么我也怕出问题。但是从我们拍片子呀，包括接触患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，真正让身体退得快的，往往它其实并不是说动得多，而是我们长期保持完全不动。所以就是说，身体最怕的不是动错一次，而是长期的我就压根儿不动，压根儿不用。对，就是说完全不动啊，这个肌肉的力量就会逐渐的下降，而且我们关节的这个活动度范围也会慢慢的变小，甚至有时候我们连呼吸的那个幅度都会变小了。那么这些情况在我们影像上就会慢慢的体现出来。当然前提是啊，咱们就是说，上了岁数了，咱们的运动方式一定要适量，而且不能一上来说我就追求很大的这个强度。所以不必要说上来我就非要去爬个山、跑个步啊。但是呢，完全不动啊，其实它是比动的不对还要更加危险的。我们的肌肉呢会因此而越来越没有力气，我们的关节活动范围呢也会越来越小，甚至啊呼吸的时候，我们胸廓的这个活动度它都会有所减弱。那这些变化可能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感觉的不是那么明显啊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但是在影像上它会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显现出来。当然了，前提一定是我们要动的方式更合适，不能够一上来就追求强度啊，那样反而也是容易让我们的身体受伤的。那我们就帮大家把怎么动这件事儿说清楚了。我们再问一下胡医生啊，从您长期看片子，我们看到身体变化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运动它有没有一些重要的原则？有哪些原则我们希望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牢记在心的？对，其实我最强调的呢，其实就是2个词：安全和持续。那中老年运动不需要追求强度，也不需要追求速度。其实更不需要和别人去做比较，只要动的规律，动完之后整个身体状态感觉是舒适的，也没有明显的不适或者是疲惫，那这种生活方式和运动方式呢，就对自己的身体是正向的。那可以这样来判断吗？比如说，我运动完了，我觉得挺放松的啊，挺舒服的，不难受，那是不是就说明我的这个大致的方向应该对了？对，是的。如果一项运动做完之后，让您第2天明显有不舒服，甚至会影响正常的生活，那其实很有可能就需要调整方式和强度了。如果身体是很舒服的状态，它其实是很诚实的，说明这种运动方式呢会适合自己，会整个人感觉精神状态更好一些，而不是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。那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哈，好，我现在了解了，我应该动。那我动多少呢？是吧？每天到底运动量多少才够？这个问题其实经常会被问到。那我的回答一般是不用给自己设一个很死的标准，比如说我每天一定要走2万步，或者是做多久运动。其实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长期的去坚持，哪怕每天只是分几次走一走，活动活动关节，或者是只是规律的走一走路，对身体来说都是有意义的。
那我相信听到这儿哈，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松一口气儿了。哦，原来我的运动不一定非要去拼那个步数啊，比如说很多人要每天走满1万步、2万步啊，甚至去拼这个时长，这个不是越累越好。我们听胡医生的意思呢，是说不用给大家定一个特别死的标准啊，我们需要真正关键去记住的是，能不能够让你长期的坚持下去。哪怕我们每天只是分几次的走一走、散散步，活动活动我们的关节啊，伸伸懒腰，是吧？活动活动胳膊，活动腿，只要是这个规律的，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都是有帮助的。